网络上一些骗流量的自媒体整天都说美国、德国等主要国家都不靠房地产，靠高科技。我们来看看房地产行业在这些国家的排名究竟如何。2024年，美国房地产增加值是3.66万亿美元，这个数字在美国所有单一的行业里面排名第一，这说明了美国的第一产业居然是房地产行业，惊掉了多少人的大牙呢？美国排名第二的行业是什么呢？更会惊掉很多人的大牙，是制造业。2024年，制造业是2.9万亿美元左右。很多的自媒体炒作美国没有制造业，连基本的常识都给忘了。美国现在依然是全球第二制造业的大国。美国排名第三和第四的行业分别是医疗行业和金融行业，而房地产行业居然是美国第一大行业。究竟哪个国家被房地产绑架了呢？房地产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，我们远远低于很多所谓不依靠房地产的国家。房地产占银行的信贷的比重，我们也远远低于很多国家。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，支撑数据呢？很多人不知道，美国的最大行业居然是房地产这个行业。中国房地产市场绝对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。对理性的分析，喊打喊杀，网暴。网络只欢迎每天喊着房价下跌的言论，而不管这些言论正确与否。在情绪化的氛围中，市场上流传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，其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。如何定义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呢？是房地产占用了太多的金融资源，还是房地产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很多国家呢？真相就是中国房地产的很多指标远远低于很多的国家。第一，先看房地产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，这是衡量房地产占一个国家比重的最好的指标。按照很多网络上的言论，房地产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，中国一定是全球最高了。事实恰恰相反。先看数据，2024年中国房地产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6.3%。2025年应该降到了6.1%左右。即使在房地产的最高峰2021年，房地产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6.7%。再来看看其他国家2024年的数据，美国是12.6%，英国是13.1%，日本是12.1%，德国是10.2%。法国是11.7%，加拿大是11.5%。这些国家房地产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国。然而，很多的网络的自媒体告诉你，只有中国把房地产定位为支柱产业，但真相是，房地产在大国里面增加值，美国居然是中国的2倍。其他国家的比例也在2位数，这些国家才是被房地产绑架了。第二，房地产占信贷资源的比重，这是衡量房地产占有的金融资源。中国房地产占信贷资源，一个是房地产开发贷，一个是个人按揭贷款，这个比例现在是多少呢？大概是20%多一点。但是美国这个比例是多少呢？你知道美国是多少吗？美国房地产行业信贷占整个美国银行信贷的比例是45%左右，这是中国的1倍多。德国这个比例超过40%，英国更高，超过60%。在房地产信贷占银行信贷的比重上，现在这个房地产信贷占银行信贷的比例比中国低的，也就是日本。中国房地产的很多指标居然低于很多国家，中国却在拼命的去房地产化，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完成城镇化的国家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比例不到50%。
很多媒体告诉大家，别人都不玩房地产，美国不玩房地产，英国不玩房地产，德国不玩房地产。结果一看，人家房地产的增加值占比远远高于中国，还有什么房价收入比、租售比这些指标，这是如何误导大家的呢？互联网的特点就是很多人只愿意听的话，而不是真话。你可以讲高房价，高房价也不是普遍的，绑架了中国经济，绑架了大家。但是你不能讲房地产绑架，现在很多地方的房产已经折腰了，已经很便宜了，为什么还是没有人出手呢？凡事都是要看数据，借助数据了解真相。美国房地产市场以消费而非投资为主导，二手房交易占主导地位。同时，美国完善的金融市场降低了家庭购房的融资门槛和成本，丰富的金融工具使得房地产增值的财富效应更加充分。美国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。一方面，房地产是家庭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资产，房地产金融天然的脆弱性和周期性特征造成金融风险的频发。另一方面，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失误也加剧了风险的生成。例如，20世纪70年代，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而大幅度的加息，导致储贷机构全面亏损而出现系统性的风险。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应对措施，包括不良资产的救助计划、接管两房、收购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等。这些措施虽然广受争议，但是有效地振持了市场的信心，抑制了风险的扩散。此外，美国政府还通过住房市场救助、汽车市场补贴、就业促进政策等等多策并举，推动经济复苏。美国的经验表明，房地产金融化有其现实逻辑和发展规律。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衰落与房地产金融的兴起存在一定的相对应关系，但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。美国作为房地产金融化的始作俑者，其发展历程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。尽管房地产金融化带来了诸多问题，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内需驱动型消费社会的形成。房地产仍然是支柱产业。美国过去70多年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率也是逐年上升的。美国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税收的来源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，欢迎点赞订阅。